像欧元、美元、人民币都在支持列表里，而且他家的数字资产平台确保你不管是换 USDT 还是 USDC， 都能够用市场最优的价格直接成交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离岸顾问 Sean， 关注我，让你全球都有人。全球资产配置怎么可能少得了加密货币？不仅可以全世界自由流通，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些方法享受到比存款高数倍的无风险收益，直戳各位朋友们的心窝窝，对不对？但是不少老铁在进行相关配置的时候，无一例外都发现，只要在资金中一涉及加密货币，轻则冻卡封停账户，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来解封；重则直接血本无归，账户里的钱直接付诸东流。虽然可以通过开立大量账户来临时解决这个问题，但这个成本简直是伤不起啊！好不容易做点业务赚点钱，都贡献给银行了。当你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了更安全、稳定还更方便快捷的解决方案。有一家实体银行不仅获得当地央行的批准，可以提供加密货币服务，而且还能够支持开立法币和加密货币双属性的账户。这可是全过程都合法合规，风险大大的降低了。那么这家宝藏银行到底是个什么来头？到底靠不靠谱？又好不好用呢？它又是怎么在加密业务当中大放异彩的？话多说 ，Let's get into it。安全性，我们先来聊聊这家看起来有点神秘的银行到底是啥来头？你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它的背景比你想象的要硬核得多。贝斯银行创始于2001年。现在已经重组合并到了总部位于香港的 BNA Group 旗下，按照该集团发展策略，统一品牌为 BNA。那么我们接下来也统称 BNA。目前该行总部仍然设在欧盟成员国葡萄牙首都里斯本，但它可不仅仅是一家服务葡萄牙本地土豪的那种本地银行。它背后站着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跨国资本集团，说白了，这是一个东资西涉的跨国金融玩家，骨子里是亚洲资本的稳健风格，外壳却是纯正的欧盟金融系统，内外兼修，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叫做东西合璧的佳作。说到这里，有朋友肯定要问了，这家银行靠谱吗？我把钱存进去，它是不是明天说关门就关门了？别急，我们来看几张通行证。首先 ，BNA 是葡萄牙的正式持牌银行，受葡萄牙央行监管，也在欧洲央行体系中持有运营许可。这一点就足够说明，它不是某些离岸金融影子银行那种打游击战的，它是真正的规模化、有监管的、有备付的、有合规流程的正规军。更夸张的是，这家银行还干了一件全欧洲至今只有他一个敢做的事情，拿下了 VASP 全类别的虚拟资产服务牌照，成为了欧洲第一个，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得了监管批准，能合法做加密货币托管和交易的实体银行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它不光能够管你的法币账户，还能够合法的帮你保管和兑换数字货币资产，而且全程受监管、合规、透明。那数字资产的安全性咋样呢？你知道，现在很多人担心币圈跑路、钱包被盗，搞得一身冷汗。但是 BNA 不是那种靠几台服务器撑门面的空中楼阁，它的子公司 Bison Digital Assets 是专门为数字资产服务打造的合法平台，也是全世界最牛的金融安全公司之一。就连全球头部的交易所、基金公司都在用它。用一句币圈玩家的黑话说 ，BNA 把私钥分割后分布存储，每次交易都得多个节点一起确认，黑客就算想到，也得穿墙术加时光机才行呢。更重要的是，所有的数字资产全都1比1的全额托管。什么意思？你给他一个 USDT， 他就为你真真切切的保管一个 USDT， 不拿去炒币，也不拿去
借贷放杠杆，更不会玩什么你有币我有命的魔术。这个机制在当下这个合规稀缺、乱象重生的币圈里，简直就是一股清流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曾经担心资金安全，怕踩雷，怕被割，这家持牌合规、实操安全、四位一体的银行，真的是在数字资产和传统资产之间难得的桥梁和避风港。既不用担心跑路，也不用担心资产缩水，这家银行的安全性，我给它4颗星。实用性，前面我们聊了 BNA 的背景，知道它不是个小作坊，也不是割韭菜的币圈野路子，而是一家正儿八经、持牌合法、技术过硬的正规军。那么它到底能够帮我们做什么？有牌照，有监管，听着挺高大上的，但咱老百姓最关心的其实是能不能方便、安全、顺利的管钱、换钱和用钱呢？答案是不但能，而且出奇的丝滑。我们先来说说最打动我的一点，这家银行竟然真的做到了加密币和法币的无缝切换，而且你是在一个账户里就能够完成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账户里同时可以放 USDT、USDC、欧元、美元，甚至人民币这些币种，然后想什么时候换就什么时候换，不需要换平台，不需要出金入金，不需要跳转钱包，全在自己的账户里，点一点就完成了。只要你的认证过关，加密币进来，法币出去，全程合规，畅通无阻。更惊喜的是，它不仅支持你把 USDT 换成美元、欧元，甚至还能够直接变成人民币打回国内的银行卡，而且不封卡，这个操作懂的都懂。如果你是出海卖家、自由职业者或者做跨境资产配置的人，光是这一功能就已经值回开户成本了。说句玩笑话，有时候不是你不赚钱，是你找不到一个能够帮你把钱变成你真正能够用的钱的银行。而 BNA 就是这么一个能够把虚拟资产变成生活支出的神器，操作体验也非常的在线，手机银行和网页版都做得相当的不错，有中文版，短信验证也不是唯一的方式，采用 App 电子 U 盾验证的机制，就算人在海外收不到短信，也不影响登录和交易。这一点对于很多数字游民、环球旅居用户来说，简直就是天大的福音。再说说账户本身，它可以开公司账户，账户支持多币种存储，像欧元、美元、人民币都在支持列表里，方便你管理全球资产。而且他家的数字资产平台 Bison Digital Assets 背后接入的是多个国际级流动性提供商，确保你不管是换 USDT 还是 USDC 都能够用市场最优的价格直接成交，不用被高价割肉，也不用担心深夜成交不了。所以啊，别小看这家葡萄牙的银行，它不仅是合规、持牌、安全的身份正经人，更是能真正把数字资产落地到生活的实用主义高手。钱不只是放着好看，更重要的是能换、能动、能用。而 BNA Group 刚好做到了这一切，所以在实用性方面，暂且考虑 BNA 还没有个人银行账户开户服务，我给它4.5颗星。经济性，功能这么全，还支持法币和数币的无缝兑换，这家银行听起来是不是已经高端到我不配开户了？很多朋友私信我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Sean，这么强配置的银行应该很贵吧？”别急，今天我们就把这家银行账户给扒开来看，不要掐指，而用真金白银来算一算，它到底是不是个只属于富豪的游戏。先说开户费用。企业账户分2种情况，要是你是中国香港、英国、新加坡、美国这4大常规地区的公司，开户费是500 USDT 或 USDC， 月管理费仅10美元。而如果你是 BVI、马绍尔、开曼、德国、日本等等这些地区，开户费是1500 USDT 或者 USDC。注意，受制裁和高风险的国家和地区均不接受开户业务。另外，如果你的公司架构中有一层公司持股，那么不论你在哪开，开户费也是直接跳到1500 USDT 或者 USDC。所以说，想要便宜，结构设计的好一点，真的能省下不少呢。我们再来看看转账费用。法币入金方面，无论是美元、欧元还是离岸人民币，同名专属账户仅0.3%，
也就是1300，不同名指定账户仅0.05%，也就是15000。这个在银行界算是相当良心的标准了。出金方面，同样不分币种，不同账户类型仅0.1%到0.5%的手续费，汇款费$65每笔。账户单笔100万美金的汇出额度不限笔数，换句话说，大额出金非常友好，不怕你转得多，就怕你不敢转。加密货币这边就更加简单粗暴了，入金 USDT 和 USDC 都是完全免费的，零手续费，非常适合常常需要收款的朋友们。出金方面，数字货币和法币的收费是完全一致的。那兑换呢？法币兑换数字币收费通通免费。也就是说，你想把美元换成 USDT， 或者把欧元换成 USDC， 或者反过来兑换，都是完全免手续费的。这个成本我只能说物超所值，而且在行业内也可以说是没有谁了。所以你说这家银行到底贵不贵？我觉得把功能做得这样的全，合规做得这么的稳，而且还能安全高效的帮你换币、收款、出金，落地到国内的银行卡上。这个价格不是天价，反而更像是特价。外面有些平台开户就要上千刀，还没办法兑换成人民币，更不敢保证资金安全和隐私合规。这样一对比 ，BNA 这个定价可以说真心想做事，而不是薅你的羊毛。在经济性方面，我给 BNA 4颗星。BNA 账户怎么开？讲真，了解了 BNA 这么多牛叉的功能之后，屏幕前不少的朋友估计已经坐不住了吧？像我的账户里的币都发霉了，怎么赶紧搞个账户试试？别着急，咱们这就说重点，怎么开？要开啥？流程麻不麻烦？先说个好消息啊，全程远程开户，用不着飞一趟葡萄牙。总体来说 ，BNA 的开户门槛不算高，但是合规流程还是比较严格的。毕竟人家是欧盟持牌正规银行嘛，又玩数字加密资产，所以 KYC 这一步可一样都不会少。你得准备好公司的全套资料，股东身份信息，包括身份证、护照、董事签名的股权架构图、KYC 表格等等。不同的注册地公司的开户资料略有不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目前法币暂时只能同名账户汇入，法币汇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。整个开户流程从资料递交到审核完成，大约需要1到2周的时间。具体时间看你的资料准备是否齐全、清晰。补一句小贴士 ，BNA 那边非常重视合规和 KYC， 任何看起来模糊不清的资料都会给完全退回来。所以，与其被劝退 N 次，不如一开始就多交一点，交清楚一点。只要你的资金来源合法清晰，人也不涉及什么敏感、高风险国家和地区，开户其实比你想象的简单得多。总的来说 ，BNA 直接解决了炒币玩家、币圈配置玩家的安全和稳定性的痛点，而且如果开发得当，还能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更多的业务，让你的加密资产实现长期的增值。如果你是一个币圈玩家，或者又经常需要在法币和数字货币资产自由切换，那么这家银行确实是非常适合你的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加密货币市场的交易瞬息万变，风险巨大，经常有各种各样的爆仓姿势。虽然有很多的机会，但也有很多的急流和暗礁，隐藏在那些深不见底的水下。作为一名老手，都知道只有敬畏市场，才能从市场中获利。当然，如果你想通过这个银行用更好的方式涉足加密货币领域，它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但如果期望通过它一夜100倍，那还是趁早放弃那些不切现实的幻想。机会从来都是留给有实力、有准备的人。OK， 各位老铁，关于 BNA 的话题，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。看了今天的视频，如果你也对加密领域的银行玩法感兴趣，或者想要进行相关的配置，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和我们一起讨论交流，或者直接私信我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。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别错过更多关于全球资产配置的劲爆内容。顺手牵羊，一个最懂企业家跨境配置的频道，我是Sean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